俩人别谈美女啊，要谈咱就谈美人啊。你跟美女谈恋爱就是在出轨未来啊，因为美女是量产的，她是化妆整容，对吧？是美颜，是 P 图，这套邪术小连招下来，哪怕她原本是一个魑魅魍魉啊，到了你眼前，她也能变成4大美人。这些美女的成本它是很低的，她的认知呢也是比较浅的，但是她的野心却很大，贪念却很强，所以她就会秉持着什么得不到就毁掉的一种心理，然后用一些学来的什么唠唠技巧去精准的狙杀高价值男性啊。但美人就不一样，因为美人美的不在骨不在皮，她美的还有灵魂。你站在美人面前啊，你就能感受到美人身上的那种气场，她的气场很干净，这种气场来源于她读过的书，走过的路，经历过的事。她的智慧和沉淀呢，在她的眼神、语气还有举止里面都能看出来。这种气场是美女擦再多化妆品也模仿不出来的啊。说的通俗一点啊，就是丫鬟戴上了凤冠，她也成不了皇后啊。那我们怎么来分辨美女和美人呢？那第一点，看面相。有人会说啊，讲来讲去不还是要看脸吗？那这部分兄弟呢，我建议你先搞懂面相跟长相的区别。面相它看的是一种感觉，面相不是它养不养眼啊，而是它带给你的第一印象舒不舒服。因为气场是肉眼可见的，长期积压的情绪会形成一种表情习惯，这种习惯呢会影响一个人的肌肉形态，最后呢就会呈现在脸上，就会形成稳定的视觉情绪印记。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啊，现在你手底下新来了有2个员工啊，员工 A 的这个眼睛呢长这个样子啊，那员工 B 的眼睛呢长的是这个样子，谁给你的第一印象更好啊？肯定是员工 A， 对不对？因为他的面相给你一种这小伙是有干劲儿的啊，而且你感觉他是坦坦荡荡的。而员工 B 呢，你会觉得他很懒散，或者说你觉得他小心思很多啊。那同样，一个心思单纯、长期爱笑的女人和一个心思深沉、长期冷漠的女人，她的面相一定是不一样的啊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微笑唇和厌世脸。长期爱笑的人呢，你看到她的第一眼，你就会觉得很舒服。这种原生态的协调感，这种与大自然的这种契合的规律感，是那些美容院根本就做不出来的啊！再厉害的主刀医生，再贵的微笑唇，它也不会给你这种很舒服的感觉。然后呢，就是我们的第2点了啊，怎么分辨美人和美女啊？别靠看，我们要靠说。美人的沟通成本是很低的，因为她的认知很高，她会在跟人交谈的时候呢，下意识的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。就比如啊，你俩今天吵个架啊，那你说了一句什么，你这样让我很不舒服。那美人呢，她不会因为你这句话而生气的。这事儿是不是他自己过分了？这事儿是不是大家都有错？他是会去思考的，甚至他还会想，哎，大家是不是各退一步，这事儿就解决了啊？美人是会主动来安慰你，给你台阶下的。但美女呢，有经验的兄弟都会知道的，你跟美女的沟通成本是非常高的。你跟她说平时要多阅读啊，她会嫌你管得宽。你跟她说这个新兴行业还可以啊，她跟你说什么？你控制欲怎么这么强？甚至你就是开了个玩笑啊，说了一句，哎，你今天又卡粉了，他都要给你上纲上线，他会说你没眼光就闭嘴啊，别恶心人。这种沟通成本呢，就源自于美女的认知匹配不上颜值啊，你跟她的层级不同，磁场不匹配，那你们就注定是鸡同鸭讲，对牛弹琴。那还有一种沟通成本是什么？就是美女会主动给你制造沟通成本。就像今年9月份啊，有一个来找我的兄弟，他媳妇儿呢就是网上有20多万粉丝吧，但这个兄弟他每天都还挺痛苦的。就比如说他媳妇儿说出差2天拍外景啊，你见过哪个拍外景的直接失联吗？没有吧？啊，当时这个兄弟是一整天打电话没有人回，消息也没有人回，整当时是有2天的时间都没有联系上他媳妇儿。后面他媳妇儿回家了之后呢，这个兄弟就问他啊，前2天你为什么不理我？出差归出差，电话不接是什么意思？我不相信你1分钟都没有空啊。那他媳妇就来了一句什么？我档期很满，太忙了，所以才没接。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啊？我是在工作。兄弟们，我就问你们一个事儿，你再忙不可能2天都1分钟没有的吧？他媳妇当时又说了一句话，说手机在助理那里啊，他呢其实也没有看到消息。那这个兄弟呢，他最后就直接说了，说这个事你必须要给我解释清楚，不然我以后也不会放心，这个日子我就很难再过下去了。结果他媳妇说什么？你有啥不放心的？你凭什么不相信我？证据拿出来
各位其实都能看出来啊。兄弟说了那么半天，潜台词就是一句话啊，你是不是背着我有人了？那这个女人难道不懂吗？对吧？但她就是要装傻，然后还要把黑锅丢到这个兄弟身上去，说他无理取闹啊，这个就是我所说的沟通成本。那后面在我接手大概有1个月的时间吧，确实发现了一些问题。当然2个月之后呢，也解决了这个兄弟的问题，因为这个过程涉及到的东西太多了，非常多的个人隐私啊。但是这个女方呢是一个小网红，所以具体细节我就不单独给大家讲了啊。感兴趣的呢，可以找我私底下来补课啊。我反正一直都觉得，一个男人在30岁以前，你随便谈美女啊，你是不需要考虑那么多东西的，享受当下就好了嘛。但只要你过了30岁，你就迈入了人生的第2个阶段。这个时候你要的不只是刺激了，更是后半生的伙伴。这个伙伴找得好，那你后半生的起点呢就比别人高。所以啊，希望兄弟们能够吸收到我今天说的是什么啊？别去谈美女啊，要去谈美人。因为美女是可以后天去改造面相的，但是美人呢，人家是天生就体现那个面相，面相改变了，那她真实是什么样子你也不知道的。不过啊，这个社会上的美人占比确实很低啊，甚至可能不到10%、20%啊。但只要你有足够的内在吸引力，或者说你的认知和格局能够匹配得上美人的格局，或者说你的内核能够匹配得上这个美人的价值，那你如果抓到了一个美人，她就能拿到结果啊。也不要觉得说真正的我已经谈了美人了，我好像是不是不行了啊？我是不是得换？不是的。如果你谈了美人了，那你就要学会如何去跟这个美人去相处，去引导她，拿出你的男性领导力。好了，还是那句话啊，弱男想去钻研什么情感和技巧，我是焦哥，只教强男是人性。